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啊。今天呢，咱们来一起聊一聊浩瀚 iSteady M5。那么这个是为手机量身打造的一个3轴稳定器。那咱在频道里面前面的视频也曾经给大家聊过浩瀚 iSteady Pro 4。那个是专门为了运动相机而设计的一个功能非常强悍的一个稳定器。那浩瀚他们是以做这个手机运动相机的稳定器而出名的。那咱们频道里也是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聊过，包括这个 iSteady Q、iSteady Pro 4，如你所见，这是它的整体的包装。从包装上的话，你依稀可以看到 iSteady M5 的一些基本的形态。那它是一个标准的3轴框架式的设计，下面带有按钮拨杆和这个 joystick 摇杆，它的这个电机有280克的承重能力。那这个应对目前绝大部分的这个手机都没有问题。现在就算是堆料堆得特别猛的这个手机，加上壳之后，基本上也是不会超过260克的。然后它支持这个600度盗梦空间，盗梦空间就是咱们拍摄的时候呢，整个这个俯仰角进行旋转嘛。那这次呢，这个得益于这个框架的设计，那在盗梦空间上你可以获得一个接近于2周的一个旋转的运镜，那就可以解锁200度的这个600度盗梦空间。让它有这个快捷枪剑的运动模式，那这个就是类似于咱们以前聊过的叫疯狗模式或者叫运动模式。这个时候的3个电机的响应会非常的灵敏，然后几乎可以非常顺滑的跟随你的一些任何的运动。当然，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的就是这个 Hohem Joy App。如果你没有用这个 App 的话，应该说你只能体会到接近一半的功能。如果你用这个 App 之后呢，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这些模板里面的一些独特的拍摄模式，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追踪，那都会是你离不开 Hohem Joy App 的一个很强的一个使用特性。浩瀚的所有的稳定器，它都会给用户非常完善的一套收纳的方案。你比如说，当时那个 iSteady Pro 4就给出了这么一套类似的方案。那这次呢 M5 呢，也同样的一个硬质的一个包装，那也是做了这个定制的开模设计的。3轴这个稳定器，包括这个小三脚架、数据线，包括充电线，全部都放在里面。然后正面呢是这个浩瀚的这个Joy的 logo， 所以它这整个的是防摔、抗震，这个整个的应该说设计的是非常之贴心的。那么映入眼帘的就是整个的几个设计部分了。这是一个迷你的三脚架，上面带有浩瀚 logo， 顶部带一个4分之一螺丝孔。这是一个 USB A 到 C 的充电线，因为这个整个的 iSteady M5 呢是需要通过 Type C 进行供电的，它的这个电池在手柄里面，手柄上有一块这个荔枝皮，就是增强这个握持的手感。这是摇杆，那这是这个控制镜头的这个远近，就可以进行光学或者是数码变焦，这个和你的手机相关啊。然后呢是一些模式切换，包括在这个拍照啊、录制之间进行切换。当我们单机的时候，那么就是开始拍摄；那我们双击的时候呢，就是在拍照和录像之间进行来回的切换了。那这是 joystick， 左面的这几个指示灯分别代表着就是4种不同的模式。那一个叫 PF， 一个叫 PTF、L 和 POV， 这是类似于3轴运动控制的不同的工作模式。然后它的这次的整个的调频的方案呢，设计的应该说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最内的内框，它会告诉你整个手机摄像头应按照什么方向去装。最好是大家看，最好是要告诉你啊，最好是要紧贴这个防震的胶垫去安装。然后呢，在手机插入的一瞬间，我们可以看一看，比如说这里面我有一个iPhone 的一个手机，那我们可以这么去装进去。这样装进去之后，然后向下推。大家看，这里它有硅胶，可以紧紧的把手机卡在这里面。当然，这更建议大家在不接手机壳的情况下去使用，因为这样的话呢，使用效果会更好。然后怎么去调频呢？这次的这个调频的设计呢，也非常的漂亮。就是首先这个手机夹它是2个方向的，就可以上下进行，就是可以进行左右平移的，看到了吗？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调节的余度的。当我们在调频中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看这里有一个这个锁扣的标志？这个锁扣，当我们松开这个锁扣之后呢，这里就可以进行这个延展、拉伸、收缩。那么这也是一个快速调频和锁定的机构。当然，这个对于一个280克承重的稳定器来说，就算你不调频，开机就能直接用，这个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如果你前期调频做得比较好，你的稳定器整体的续航表现还会更进一步。所以呢，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尤其是大家拍摄手机比较固定的时候，那么你只要在第一次进行1次调节就足够你的使用了，而且这个会让你解锁，因为有了静平衡的加持嘛，你的这个手机稳定器会有最好的
运动的表现以及最佳的续航的体验。其实基本上你只要去调节那个中框的扭矩就可以了。内框的话呢，现在手机做的基本上重心还都是在中轴线上的，所以这块呢影响不大。大家看这个很容易调，所以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开机使用了。然后呢，开机的话，它整个的手柄的部分呢，有一个内置的锂电池，4个指示灯。开机之后呢，这个地方会显示声音电量。另外另外一侧的话有个盖板，盖板之后呢是 USB-A 的，就可以给你的手机进行充电。USB-C 是给它进行自充。另外上面还有一个带锯齿的、带滚滑螺丝的一个扩展孔，这个在 iSteady Pro 4上给大家曾经介绍过，那个是可以接一个手机扩展支架的。但现在考虑到咱们是已经把手机放在这个内框了嘛，所以呢这里的位置大家可以去再进行一些其他的扩展。你可以不扩展手机，你可以去扩展一些比如说补光灯，比如说麦克风。按照咱们频道的惯例啊，我们不可能不给大家讲说明书的，所以呢咱们还是花一些简短的时间。虽然我们对于这个稳定器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了，但是我还是希望通过说明书的这个解读呢，能够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在刚才咱们视频的操作过程中没有讲到的一些细节。当然你还可以去扫描这个二维码，获得浩瀚为你精心制作的电子版的产品教程，这些都是你上手一个产品之后最应该先去看的一些内容。首先第一页就是它会极力推荐你去下载那个 Hohem Joy 的 App， 那么这个 App Store 在腾讯应用宝或者在一些小米商城里面都是可以找到的。Hohem Joy 经过很多版本的迭代之后呢，目前的使用体验应该说比 iSteady Pro 4那个时候要更强了，要更加的好用了。然后呢，这一页呢，主要讲的就是关于整个稳定器的一些基本的构造。这个咱们刚才应该说已经一个不落的给大家完全都讲到了。那另外就是稳定器的充电，首次充满电的时间大约需要2个小时，所以大家如果拿到是一个新的稳定器的话，最好是给它先全部充满之后，找到4颗灯全亮的时候再去进行工作，这个对于锂电池的寿命会有比较好的帮助。那另外就是在安装手机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去贴合上夹具，那么这样的话让这手机这个整个安装起来会最佳最稳定。另外就是这个中轴的这个整个的锁紧旋钮，大家看对于 iPhone 13 mini 的话呢是向左推，对于大的手机呢向右推，这个整体上还是为了让中轴做到一个静平衡的效果，这个大家一分析就明白了。另外就是整个的开机过程，就是长按开机键3秒钟就可以开机了，最大的承载是280克，那夹具的夹取手机的管径呢是58毫米到89毫米，应该说目前主流的旗舰非旗舰的手机都可以搞定。它竖屏拍摄的话也是完全可以用的，因为整个的中间的夹具呢是可以进行旋转的。大家看它这中间这个内框的这个地方是可以进行旋转的，看到了吗？它每隔45度会有一个锁紧的这个定位。那你可以在开机之前就进行调节，调节之后那再去控制一下静平衡的这个效果，一个是内框，一个是中框，长按开机键。那这个时候，那这个默认的话，开机就是一个竖拍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这个横竖拍的调节一方面我们可以让这个利用内框的旋转角度进行调节，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在整个的横拍的过程中当你移动到一些特定位置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手柄旋转来适配你的这个握持的方式，然后呢，自动的把手机调节成一个竖拍的效果。那接下来就是在一些基本的工作模式了，这块的话我就放在这里。大家去看，我们待会儿会结合录屏，再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讲解，每一个模式应该怎么去用。也总体来说，这个 M5 的工作模式是非常全面的，它还有自己专属的蓝牙遥控器，当然这个标配里面是没有的。如果大家曾经用过 iSteady Q 或者是一些别的设备的话，那个上面呢有那蓝牙遥控器是可以直接适配到这上面。当然你也可以去花钱再额外购买一个遥控器，那个会极大增强你对于稳定器的操控体验。因为那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同时控制稳定器和手机。FAQ 的话呢，这个电机抖动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的一个安装没装好，再一个呢就是配屏没有配得很稳，再一个就是整个的那个蓝牙一定要连接上之后才可以打开 App。不算手机的话呢是474克，那加上一个200克左右的手机，那加起来大概就是674，接近于700克，也就是然后它的这个电池容量是1800毫安时，但是注意看，这个是7.4伏的，这属于一个高压电池。那换算到咱们传统的3.7伏的话，它其实是一个3600毫安时的。它的工作时间，所以说
在调频的情况下是达到13个小时。所以呢，一定建议大家就不管是手机是大还是小，就尽可能要去调频。调频之后呢，你的这个续航13个小时基本上可以满足你一整天的重度拍摄了。所以因为这次整个3轴云台设计啊，非常的结构上设计非常合理，所以它在航线上可以获得600度旋转自由度，就可以接近于转2周的一个角度。那横滚是320，俯仰也是320，那这个就都是接近1周的都是接近于1周的旋转长度。因为整个设计里面没有用滑环，所以呢它不可能做到360度连续旋转。但是不用滑环的好处就是整个的机械设计啊，会相对来说更加的可靠和抗造。那现在如你所见啊，在我的这个桌面上摆放的就是iSteady M5。那现在我已经打开了这个 Hohem Joy 的 App。那如你所见，在桌面上就是 Hohem Joy 的 App。这个 App 和这个云台之间呢是一个完全联动的关系。我同时呢也会把那个录屏啊放在这个屏幕的这一侧，那可以供大家参考。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首先还是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那这样的话，你会整个的使用体验，包括你那些设置的这个备份，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因为在这个账号设置里面，你可以去修改你的资料，包括你还可以进行注销。那在这个 app 里面呢，当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呢，首页呢就是一些体验非常好的教程。这个教程呢是可以直接进行播放的。这些播放的效果，基本上也就是你可以直接通过 iSteady M5 进行录制，而直接获得一键成片的一个效果。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次这个3轴的设计啊，像这个内框手机在竖拍的时候，它在结构上是不会有干涉的，所以这一点设计也是非常加分的。因为目前很多这个自媒体的平台都有拍摄9:16的垂直视频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呢，用一个这样的3轴的框架设计，无疑对于这部分用户来说会非常的友好。那我们接下来首先开机，长按这个键。好，那因为之前我已经和它配对过了，所以呢，当我们开机的一瞬间，它会自动的完成和这个 app 之间的配对。你也可以看到它当时那个弹窗的提示，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以单击，然后它会自动的进行连接，因为它有一个自己的 app。这个 app 和比如说这个的拉近拉远，这之间是有联动关系的，这点设计的非常好用。然后呢，和你的这个就可以操作起来了。所以呢，它用蓝牙的方式进行了一些摇杆值的传递，然后就让我们整个利用 Hohem Joy 的 app 就可以获得相当有趣的一些拍摄的能力。那这些摇杆的设计应该说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那这个变焦的设计也让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有一些非常顺滑的运镜就变成了可能。然后呢，从这个下面去看的话呢，整体有这么几种拍照模式，有录像模式，就是经典的录像模式，然后经典的拍照模式。在这个我们来看看录像模式，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好玩的内容了。你比如说在这个拍摄帧率上，你可以去选择你最高可以拍摄，比如说这个 iPhone， 你最高可以用它拍摄 4K60。你要说 4K60 是一个相当可用的一个水准了。那另外就是你可以去进行一些运动的捕获，你可以去捕捉一个人，你可以去捕捉一个物体。你比如说捕捉人，咱们就切换到前置摄像头，那它就会自动的捕捉我的人脸。那我的人脸到哪里，它就会跟随着我的人脸去哪里，看到了吗？那应该说这个使用体验会让我们在做一些直播的时候，你看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录制的这个 A7M3。那这个会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好用，而且这个算法的识别精度还挺高，识别灵敏度呢也是非常的强。你可以看，我们在上下，我们甚至在钻到桌子下面的时候，它还依然可以识别到。所以这个当然这个远近都可以，是吧？这是一种识别的方式。你可以看那个滤框的这个刷新频率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好吧？那这就是人脸的识别模式。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个物体的识别模式。物体识别模式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这个比较有显著的啊，就咱们拿一个这个谛听的 BPTRX， 那放在这个前面，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框选，那它就识别到这个物体了。然后我们物体到哪儿，它就会跟到哪儿，看到了吗？所以这个跟识别人脸是一样的，它会事先的去识别出来，而且这个识别的过程还有一定的抗旋转的能力。这点是很强的，而且这个算法明显的会比原来的一些很多稳定器算法要更加的这个鲁棒性更好。然后看人看很快就识别到人脸，然后这个人脸还是抗旋转的。很多人脸算法是不抗旋转的，大家知道，如果你转90度，它就识别不到了。但是这里的话，
是完全不受这个影响的。所以呢，在 4K60 的情况下，你还有一个人脸识别，还有一个物体追踪，这个综合的体验就非常非常的强大了。在设置里面，你可以去选择后置相机。你比如说像我这个 iPhone 啊，它目前呢，它只有2个摄像头，所以它后置相机跟后置超广角，因为它没有长焦嘛，所以你可以选择后置的相机和超广角。但是超广角大家注意，它会拍摄到这个框架，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要倍加的小心。那我们 1080p 30美颜，哎呀，这个好，这个太好了，来，我们翻转过来。来，首先识别人脸，然后美颜，看看效果。开启美颜，大眼睛，哦，这个效果好明显呀。滤镜，黑白，还可以设置一些滤镜，高斯模糊、怀旧、瘦脸。哦，这个太好用了，这个太好用了，这个就太有意思了。这个实时美颜效果还是深受我喜欢的。实时美颜好，那这是不美颜的，这是美颜的。哎呦，这个效果太好了！而且美颜的时候，它会同时的会自动识别到你的人脸，因为它这个美颜只对人脸作用的那一部分进行优化，所以这个也是设计上，个人觉得至少对我这种中老年 UP 主来说，我是非常欣赏和喜欢这个功能的。然后这个呢，就是叫手势拍照。你比如说那个录像模式的话，你单手去比 V 的话，那我们把这个关掉。单手去比 V 的话，那就可以控制它进行录像了。看到没？就是你用 V 触发拍摄，然后呢，你用这个五指可以触发整个的这个让它拍摄进行停止啊，好了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操作应该说从这个小颗稳拍杆，包括后面的一些设计上，应该说直接沿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体验呢也是交互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拍照模式的话呢，也是有很多选项的。那我们先翻过去，因为我这张脸实在是不太上相啊。好，那拍照模式下，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选项啊。首先的话，你可以去开闪光灯，你可以的常亮，它同时也有这个物体追踪，然后它同时也有这些拍照尺寸的选择，就不同的这个拍摄的这个比例可以选择。另外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自拍镜像，缩放的这个速度，我一般会选择慢一些，因为这样的话比较顺滑。然后呢，可以选择定时拍照，有3秒、5秒。另外可以选择专业模式，专业模式的话就会让你有更强的这个画质的把控能力。比如说用 ISO 35的话，那整个的画质它拍摄出来一定会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吧？然后那个 Shutter 自动 ISO 自动，所以呢，它这样的话就拥有了一个叫ISO 优先、光圈不可调，然后快门优先，还有白平衡自动或者白平衡锁定这样的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同时你这里面是有这个变焦调节的，那同时你还可以去调节 focus， 就是你用这个按钮啊，你这个按钮是可以有2个作用的，就是当你点 Z 的时候就是 zoom 的控制，当你点 F 的时候就是这个 focal point， 就是这个焦点的控制。所以呢，这个一个拨杆有2种不同的用法，这个使用体验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然后你还可以有一些这个延时摄影，延时摄影的话，你可以通过打点间隔的方式进行拍摄。那你可以去打最多是5个点，然后呢，每个点它会自动的去进行循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些官方拍摄样片，因为最近我这边天气不太好，我就不再进行展示了。同时你还可以有一些慢动作的拍摄，慢动作就主要是高帧率的话，它有这个 1080p 它有 720p 240帧和 1080p 120帧。应该说可以获得一个最高可达8倍慢动作的一个拍摄的一个体验。所以说这个整个 app 的使用方法呢，应该说它的这个相机的性能和原生的相机基本上是没什么差异的。那再结合稳定器的这种就是不同的这种跟随模式啊，应该说会让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会就是如虎添翼的。比如现在这是 pitch following mode， 就是这个最经典的模式 pitch following mode。那我们如果点击这个我们点击 PTF，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PTF 模式 Pitch Following Mode。 然后我们再点双击，那这是 Lock 模式。 Lock 模式就是你不管怎么动，它的这个整个的角度它会始终朝向
空间中的某一个方向，这就叫完全锁定。然后我们再点 POV 模式 ，POV 模式呢，就是3个角度都会跟随，就会让你模拟出一个类似于 IPV 的视角。大家看，就每一个角度都会跟随，这个叫 POV 模式。特单击 Page Following Mode， 然后 Page Following Mode 的话，如果我们一直转的话，那它就会自动的切换成这个竖排的模式，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可以实现一个很快速的随时随地的一个横竖排切换，因为这个时候，它横着拍手，它又会自动的回来，所以这个设计也是在这次的 iSteady M5 上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看，自动的进行竖拍、横拍。当然我们进行竖拍的时候呢，就可以去触发各的那个盗梦空间模式了。我们来结合着看一看。那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moment。那这个 moment 里面，比如盗梦空间，来，我们开始单击，点开始，点拍摄，然后看到了吗？它就开始进行一个长达600度的一个，然后它就会自动回位，回到0度，然后会自动的进行拍摄，并且这个同时它会把这个背景音乐给你播放出来。那你可以在这个拍的过程中顺便的往前去运镜，那就获得了一个边走边转的一个运镜了。而且这个运镜的角度这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600度，这是因为航向角它有一个接近于2圈的连续旋转能力，所以这个应该说是这次的 iSteady M5 里面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功能。而且它这个视频拍摄完成之后会自动的合成，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看到了吗？这就是盗梦空间模式的一个自动成片的效果了，单击保存就可以了。而且这每一个这个声音音乐你也可以定制的，可以选择的。所以整体来说，这个iSteady M5 的结合 App 之后整体的可玩性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巅峰。那我们通过刚才这段展示就基本上看到了它在一些在 App 和这个整个交互在联合设计之后，它的一些拍摄效果。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双击这个按键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在拍照和录像之间进行切换。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想解锁 iSteady M5 的所有能力的话，就一定不要忘了要用这个 Hallheim Joy 的 App。现在我就正在用 Hallheim iSteady M5 结合我的 iPhone 13 mini 现在用的是后置的这个超广角的相机来进行实际的拍摄。你可以看到 Pocket 2动态范围在这个场景之下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呢，你用 iPhone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动态范围还有颜色的表现。再用这个 Hallheim Joy 的 App 原生拍摄的这个画面，真的是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感觉，都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画质。好，然后我们试图走起来，然后我们来一边走一边去看。那用这个姿势拍呢，可以去避免那个中框被拍进来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可以最大化的去提升整个画面的这个视觉的张力和冲击力。而且这个运镜的这个效果特别的顺滑，然后可以拍摄出一些就是非常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这个也是用超广角去拍摄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优势吧。当然，用这个Hallheim iSteady M5 的还有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用一个非常低的机位呢，去拍出一些很顺滑的运镜。你比如说现在我的相机，给它这么去拿，看这么去拿的时候，那么它还可以我们往前缓缓的往前移动，那这个画面会依然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会从这个丛林中穿过，然后拍出一些视角非常有张力的这个效果。这个就是一些超低机位的拍摄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一些创作上的这种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创作语言。看到了吗？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会去用一些，比如说《盗梦空间》的这个特效去拍一些画面。那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单击开始。然后呢，利用它一个航向角600度的变化，直接单击拍摄。
后它会自动的看到，它会自动的去旋转到600度的那个起始点，然后我们就直接进行移动就行了。这时候你会听到它会那个声音，而且这个是一键成片，拍完之后立刻就会出结果。只不过现在我们选这个参照物呢比较的远，所以可能它的那个效果还没有完美的达到那个《盗梦空间》的那种感觉。同样可以利用前置摄像头，那拍一些自拍 vlog 的画面。像现在 iPhone 这种相机，它的前置的视野，也已经非常广了，这个满足咱们日常的自拍的要求，完全是没有问题。而且苹果的算法，包括很多安卓手机，目前，对于前置相机的拍摄是有，单独优化的。那通过这个优化呢，你可以看到现在光比虽然很大，但是动态范围的表现依然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些浩瀚的浩瀚交易的 App 呢，可以去调用原生的这个相机底层的这些算法。那么用浩瀚交易的 App 去拍摄出来的画质，应该说和原生相机是别无二样的，并且呢，结合这些像人脸识别啊和美颜，尤其是这个美颜，我特别的喜欢。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离不开美颜的年纪了。然后用了美颜之后，整体的拍摄体验，整个的拍摄体验，包括人的这种精神状态，我觉得会，就是美颜并不是要去欺骗你的观众，而是试图给观众还原出你最健康、最自然的一面。因为每个人经过生活的洗礼啊，多多少少，你比如说有一些粉刺啊、气色不太好啊，这些内容可以通过美颜给它加以优化。优化之后，给到这个观众的画面就是一个最接近于人健康状态的一个，就是美而不过的一种状态。当然，另外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开启了美颜的话，你的拍摄的这个规格会被限制在 1080p 30帧，因为它的运算量是比较大的。如果你想拍 4K 30或者 4K 60的这种画面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开启实时的美颜了。不过 1080p 30帧的话，对于绝大部分的这种内容创作者来说，包括前置自拍，这个参数规格是够用的。但是结合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它的一些优点、缺点，那我希望你能够以一个最完美的方式去把美颜用好。因为美颜用好之后，那这个对你的内容的表现力是它只会加分不会减分的。但你要把它这些不好的地方规避掉。你比如说有些扭曲的、挤压的这种痕迹，包括一些过分的美颜、过度的美颜。就是你不可能把一个胖子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瘦，这样的话也没有太大意义。应该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把那些生活的痕迹、印记，尽可能给它擦成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自然、比较原生态、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美颜美到恰到好处的一个度。另外大家要知道，就是在这个浩瀚iSteady M5上面的话，你还可以就是
拍摄的时候，根据你的习惯呀，会自适应的去调节横拍和竖拍。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画面，我把我的 Pocket 打开，给大家录一个幕后的一个画面啊。好，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画面啊，我在走的过程中，我发现可能我需要去切换我的画幅，从16:9切换成9:16，那我就这么去操作。它就触发了，它自动会变成整个的竖拍。完了竖拍之后呢，这个视频的记录过程啊不会被中断的，依然可以去记录视频的画面。那这个对于拍摄抖音啊、拍摄一些快手啊，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一种创作的手段。并且大家要知道，就是9:16的话，实际上它在这个纵向，它拍一个人的半身是非常合适的。这个甚至有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爱好直播的用户的话，你甚至呢也可以拿来做直播，你做直播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个时候的人是主题，因为这时候看起来呢，如果自拍的话呢，人非常像一个证件照的一个效果。然后用前置的话也是可以同时同步的去增加美颜的。那这个就是它在横竖切换的时候，如果你想拍摄回来，看你要这么一掰，它还可以回到这个横拍的画面。但是横拍画面如果你想拍全自己的话呢，那就需要胳膊伸长一些。这是跟大家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去选择最适合你的一种拍摄的姿势。当然这个横竖切换的过程是自适应的，是可以自动完成的。在视频的最后啊，咱们一起总结回顾一下浩瀚的 iSteady M5。应该说这样的一套设计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首先呢，就是它和整个的手机结合起来，玩法应该说是非常多，而且呢，这个易用性啊，包括使用门槛都非常的低。但是这个整个模板我体验下来呢，有这么几点心得，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首先呢，大家看要知道做那个，尤其是《盗梦空间》的时候啊，那么大家如果能够把整个的 Hallham Joy App 里面的那个变焦啊，增大一点之后啊，那你拍出来这个画面，应该说那个表现力会更好一些。那么因为你用标准的视角去拍，那么整个的背景你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呢，很可能是有一偏乱的。所以在用模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整个的镜头的视场角，就是视野给调整好。那这个呢，会让你拍出一些非常与众不同的画面，会让你的创作变得事半功倍。摇杆上的这个多功能的推杆这个设计，这个推杆不仅可以控制镜头的这个变焦，同时呢还可以控制镜头的这个对焦，应该说是一杆两用。这个对咱们创作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另外就是对于这个希区柯克变焦这个模板呢，我个人觉得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那么因为现在我发现，尤其是用这个智能的希区柯克变焦，我去追踪物体的时候，它靠算法整个的这个切换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的丝滑。后来我发现呢，用好这个摇杆之后啊，那么再结合你自身的运动，这个出来的效果是最顺滑的，也是最理想的。所以我个人更建议大家，如果要用希区柯克变焦的话，那么采用这个手动的推杆的方式呢去进行拍摄，那会让你的画面的表现力和顺滑程度那都可以达到一个全新的巅峰。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关于整个扩展位，尤其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之前的那个视频啊，包括 iSteady Pro 4里面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可以扩展出手机夹。那现在呢，对于这样一个手机稳定器，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去扩展手机夹了呀？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后来我发现 iSteady M5它会是看到酷开 Migo 的一个非常好玩的稳定器，因为看到酷开 Migo 它可以很巧妙的就利用这个夹子固定在上面，然后呢夹取之后呢也可以很方便的调频，然后去拍摄一些 3D 的 1080p 60帧的内容。那这个内容的拍摄应该说会给 3D 内容的创作以非常大的施展的空间。因为 3D 内容创作对于运动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而这一点恰恰也是浩瀚的 iSteady M5比较擅长的地方。因为 iSteady M5这个快速调频的机构以及夹取的这个力度设计的，应该说和看到酷开 Migo 这样一个稍微偏小众的题材吧，反而会有一个很高的契合程度。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夹扩出一个取景屏，那这样的话可以用这个手机的 App 去远程的，或者说去用一个更好的视角去监看你的这个 3D 画面。那个浩瀚的 iSteady M5价格也很合理，那么它的这个使用场景应该说非常多。那如果你用了像 iPhone 13这样的拍视频能力先天就很强的这个手机来说，那这套设备会让你的整个的内容创作会有一个大步的前进。尤其是当你一些暗光的情况下，用这个浩瀚 iSteady M5，那确实是会让你获得就完全消除掉任何就电子防抖动的那种
很顺滑的、很高品质的画面，那也会让你在暗光条件下有足够的把握，去用更低的 ISO 去获取更好的画质。那么这也许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不断的去探索和追求手机稳定器的这种极限能力的这样一个终极的原因吧。那么工具最终还是服务于我们的内容创作的。那么也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你全面深刻的认识浩瀚的 S-Steady M5。当然，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